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在之前的影片中，胖妮曾说过，流珠和浣碧两个丫鬟，甄嬛真心喜欢的是流珠。去御花园荡秋千，甄嬛带着流珠在圆明园湖边玩水，甄嬛带的还是流珠。一时看不到流珠，她总要问流珠呢。然而就是这样深得甄嬛喜欢和信任，全程无黑点的可爱小丫头也被甄嬛凶过一次，这也是全剧中唯一的一次。这件事的因由是皇上宠幸了华妃身边的宋芝。甄嬛与华妃和宋芝在园中相遇，被宋芝奚落。回到自己宫中之后，流珠忍不住对着浣碧说，小主刚才受了只答应好大的气，要依我的性子，非得赏他几巴掌，送他去新者库服苦役。甄嬛立即拉下脸来，对浣碧说，你听听流珠这张嘴，越发厉害了，眼见着我手下就是他当家了。这话说的就很重了。第一次刷剧的时候，胖妮不太理解甄嬛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呢？流珠的性子向来就是这样啊。康禄海师徒叛主的时候，他也是直接闯到太监房里，指着他们责骂的。花岁害甄嬛的时候，流珠让他手握热炭表忠心，那会儿也不见甄嬛拦着流珠，反而很欣赏他性格中的爽快耿直。这次流珠不过是回到自己宫里为甄嬛报了几句不平，怎么就惹毛了甄嬛了？直到几次重刷《甄嬛传》之后，联系全剧的前因后果，胖妮才明白甄嬛这次发火是为了什么。第一，小惩大戒，告诫流珠和浣碧管好自己的嘴。皇上明明对年氏一族多有防备，也恼了年羹尧，在后宫却没对华妃动手，反而纳了他身边的宋芝为答应，这违背皇上一贯的处事风格。宋芝虽然有点姿色，却身无长物。再说他伺候华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皇上想要纳了他，早就纳了，怎么还会等到今天？就算皇上一时兴起，突然看上了宋芝，也不至于宠他到如此程度。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甄嬛虽然不能完全猜到皇上想要下的是一盘什么样的大棋，但也能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这个时候没有皇上的授意，谁的宫中有人生事，扰乱皇上的计划，谁就等于撞到了枪口上。基于这一点，甄嬛不敢让流珠和浣碧逞口舌之快。今天流珠在宫里发牢骚，甄嬛若不严厉制止，明天心直口快的她跑到外面去说，会给她自己和甄嬛带来灭顶之灾。第二，杀鸡儆猴，有意敲打浣碧。作为浣碧的长姐，甄嬛太知道她的毛病在哪儿了。浣碧虽然名义上是伺候甄嬛的小丫头，实际上却是甄嬛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浣碧本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和流珠一样的仆人看待，在她的心里，她就是甄府的二小姐。浣碧最看不得的就是身份低微的人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于答应得宠，她气得半死。安陵容得宠，她一改之前与安陵容亲近的面孔，当着人家的面就摔摔打打。为了能够和他们一样接近皇上，她不惜和曹贵人勾搭，背叛甄嬛。有了前科的浣碧虽然和甄嬛有血缘关系，但甄嬛对她的设防远远多于流珠。更何况这次宋芝是以华妃身边最得宠的婢女的身份身为答应的，浣碧作为甄嬛身边最得宠的婢女，却没有机会承宠，难免心生幽怨和嫉妒。为了敲打浣碧，让她放老实一些，甄嬛听完流珠的抱怨，虎着脸对她一顿狠批，转过脸问浣碧，你说呢？浣碧又不蠢，看甄嬛生气了，哪还敢顺着流珠说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回，奴婢想不如先忍了这一时，以图后报。甄嬛补充，忍是要先忍这一时的，更何况我也不屑于对宋芝这样的人动手。宋芝之所以这样猖狂，是因为她背后有华妃，你们以为凭她就有这样的能耐？她不过一个区区小卒。这话流珠无心，听不懂什么。浣碧有心，自然能明白甄嬛这是在告诉她，第一，宋芝能够得宠，完全是倚仗自己的主子，离开了主子，她什么都不是。暗示浣碧也不要有非分之想，离开了甄嬛，她同样不会有什么作为。第二，即便宋芝目前看着得宠，但也不过是一个小卒，是为人棋子的货色，没有前程的。
安慰浣碧用不着嫉妒宋之，宋之也很可悲。甄嬛对不记仇的刘珠发火，敲打了性格阴郁善妒的浣碧，这一招实在是高。所以大家看到浣碧后来越来越懂事，她的懂事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自然而然的转性了，也不是因为甄嬛利用浣碧摆了华妃一道一劳永逸了，而是因为甄嬛不断地对浣碧恩威并施，让浣碧不敢不能终至不想背叛甄嬛。第三，自说自话，警醒自身。甄嬛向来心高气傲，即便知道皇上在下一盘大棋，难道被宋之这样的人羞辱，她自己不生气吗？她生气又不好发作，她需要时刻警醒自己，清醒克制。批评刘珠敲打浣碧的那些话，甄嬛同样也是说给自己听的。是啊，宋之有什么可怕？可怕的是他背后的华妃。刘珠被送到擒贼先擒王，立时顿悟了，而甄嬛的唇边也露出了一抹笑，她自己的心也更加定了。最后我们不得不说，刘珠这个姑娘的性格真好，被甄嬛凶了，虽然嘟着嘴，却全无记恨。明白了甄嬛想要擒贼先擒王之后，她的眼睛都亮了，满心为甄嬛高兴，丝毫没为自己感到委屈。正因为这样，后面刘珠以那么惨烈的方式牺牲了，甄嬛才痛不欲生。甄嬛的身边再也没有刘珠了，这世上也再难找到刘珠一样的婢女了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